来看这个肩胸部，首先看这个胸腔。第一张的胸腔呢有点太圆了，注意胸腔最鼓的地方不是胸腔的中间，第8类应该在靠下的位置。这是第一个比较明显的错误，胸腔最宽的地方。胸腔最下端这个位置，大概在手肘的这个位置。如果把他的胳膊放下的话，他手肘大概在这里，就可以判断为这里这个位置是胸腔最下面，胸腔也有点小。先注意胸腔的一些基本的概念，怎么去判断胸腔的大小。有的时候能够在体表看到这些顶起来的形状，那这些形状就是胸腔造成的。如果在体表看不到，那就根据脐孔的位置、手肘的位置去判断它下端点大概到哪儿比较合适，这是判断它的大小。还有一个就是它基本型上面的这个最宽的地方在哪儿，在中间靠下的位置。这是一个卵形，卵形呢，它侧面的弧度是这样的，它不是这样的。你画很多情况都是画成了这个样子，就导致了它最宽的地方不在下边，而在中间。那这个背部的结构呢，要么就把这个胸腔的造型画上，要么呢就把整个人的这个轮廓画上，要不然这个结构都不知道从哪到哪的，画了就没有太大的作用，就没有帮助理解。有了这个大致的形以后，这些结构才有去处。而且它的这个背阔肌啊，应该这个轮廓应该再往下一些。而且这边它不是往下斜的，它是往这边来的。只不过呢，它是被斜方肌遮住的。这个才是背阔肌的造型。然后在画这个胸腔的时候呢，上端的这个小圆面再小一点，它可以比脖子稍微细一点。用后边的这个形，后端的这个开口呢，给它往上画一点。还有就是在画这个人体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多一些自然的东西，就比如说第2张图，这个肩部，它的这个肩三角肌的形状，你这个基本形的概括呢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就是呢缺少一点自然的，更加的符合这个人物更真实的形。这个轮廓上面呢有2个鼓起来的小特征。然后这是肩三角肌的前束和中束之间的一个小穿插。然后再从它的下边压着出来的，也是被拉开的胸大肌。然后胸大肌下边的这个附着点呢，一直到肋骨第6肋软骨上面。多一些自然形状的特征，这个画面效果就会更好。用线上面可以再多点层次，这个稍微的显得有一点点乱。还有这一片，用线我们要强调的是形，还有体块和体块之间的关系。这样的话呢，画面就会越来越清晰。比如说腋下这个位置，这个强调一下。然后呢，腋下和手臂，谁压着谁，谁在前谁在后。然后这里是后面，这里一强调，那么这几块之间的关系立马就变清晰了。然后锁骨头，另侧锁骨头，然后这一边的胸锁乳突肌是凸起来的，所以说它这条边呢比较重一些。包括这边的腋下，腋下的前臂是由胸大肌外侧的轮廓构成的。交代关系的线条呢，可以画的重一点、粗一点，然后像这种地方的线就可以弱一点、虚一点。然后这一块和这一块是什么？没太看明白。如果要是去交代它乳房的脂肪垫的话呢，那它基本上应该是这个形状。
注意一下用线的层次，把铁块和铁块之间的关系交代的更清楚一些。这个基本上还可以。然后就是有一些形状的前后要注意，像这个地方，这个是胸大肌在前，所以呢这条轮廓在前，它是压着后面的这个形状的，这个形状的前后要交代的再清楚一点。这个地方要注意，感觉缺了一块，这些小造型啊一定要注意。这个地方胸大肌的这里向外鼓突的这个特征，就是这些小地方才会让画面更精到啊，要不然一看大效果还可以，但是仔细一看有这些小问题，这画面就不够精彩，造型表现的呢也不够完整，也不够深入。然后下面的这个角度稍微的有点问题啊，在模特中这边的肩高，这边的肩低，稍微有点反了，并且它的胸腔、胸骨更加的往前挺，这一侧的右边的这边的这个胸廓、胸腔看不到这么大，这边要降下来。然后这个手臂稍微的细了一点点。我们把里边的这个胸腔找准呢，是为了让这些结构、这些肌肉结构更有形可依，它依附的地方更清晰，那它的造型就会更清晰。然后这个胸大肌，这个斜方肌啊，没有这么直，也没有这么高。下面的这个呢，近处的这个手臂稍微的细了一些，手臂的形状，这里是肩三角肌，肩三角肌呢，它有个肌腱连向肩胛岗。然后这个位置啊，可以把胸大肌的形状给画出来，然后乳房的这个脂肪垫呢单独画一下，这两块形呢给它分开。这个地方的穿插不太合适，从人体中看到的是这样比较微弱这样的一个形状，那直接画成这样，它就感觉不像了。这个角度看上去中线的这一边呢没有这么大，注意一下中线。